这个水龙头关紧了之后还在滴水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更换这个水龙头，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我的首页播放清单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影片，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水龙头呢，它关起来的时候，它还会一直滴水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更换这个水龙头。那首先呢，因为这个水龙头呢，是没有水的开关。像有一些浴室的水龙头，它有一个类似反耳的，上面有一个一字的开关，可以把水关起来。那这个没有，我们就必须要上顶楼，然后去把它水关起来。那我们水已经关掉了，水已经关掉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水龙头卸下来，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工具逆时针转，这样子，这样就转下来。转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拿这个新的水龙头，然后先稍微逆转一下，让它有入牙。我们先稍微逆转一下，让它有入牙。因为如果没有入牙就硬转的话，它就会坏掉。入牙之后，我们大概就要稍微数一下，大概是几圈。比如说从这边开始，1圈、2圈、3圈，大概3圈多一点点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数到差不多3圈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一下，2圈半左右就要注意一下。所以它是大概3又4分之1圈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没有橡皮垫，然后金属锁金属的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缠那个止泻胶带。那今天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缠止泻胶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缠这个止泻胶带。像止泻胶带的话呢，一般朋友可能像用胶带一样，然后他拿起来，然后他这是这个方向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开始缠，可是这样子很难缠。你看胶带都松松的，有没有发现？胶带都松松的，非常的难缠。所以缠止泻胶带的话，要特别注意你看这个胶带的话，它是这样子嘛。我们一般使用文具胶带或电器胶带都是这样子粘上去嘛。但是使用止泻胶带，你要注意，你要把它反的拿，就是胶带要从下面出来，这样子反着拿，你才好，那个胶带才拉得紧，不然你会永远都松松的，非常的难拉。再试一次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这样子胶带才能拉得紧，才不会这样子松垮垮的，有没有？这样胶带才拉得紧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像这样子的话，胶带缠这样子可以吗？比如说它缠到这个外面出来，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如果你这个最边缘的这一圈，最好是不要缠到最边上，大概留一圈，不要缠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全部缠到，你等一下会非常难入牙，就是非常难锁到那个墙壁上面的那个螺纹里面，因为它已经被那个止泻胶带缠的有点蓬蓬的，所以非常难入牙。所以你最好是留1尺，就是1条左右，1条至2条，不要缠到胶带。这样子你拿1、2条，你可以使用那1、2条来入牙。所以我们就要这2点是各位要注意一下的，就是这个胶带放上去的方向，
一般我们是这样嘛，你不要这样直接就放上去，这样拉不紧，一定要反着，像使用一般胶带的那个方向是反的，这样子才拉得紧。尽量最旁边那边不要缠到。然后缠绕的方向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顺时针转进去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胶带缠的方向一定也是要这样子顺时针这样子缠，你不能反着缠。3个重点，第一个，这个胶带放上这个水龙头的时候，它要跟一般胶带的方向是反的，这样才好拉紧。然后第二个，前面的话尽量不要去缠到，前面第1尺，第1圈尽量不要去缠到。然后第3个，缠大概15到20圈，然后方向呢要是顺时针这样子缠，跟锁进去的方向是一样的，要顺时针。你反了的话，你等下一直锁这个止泻胶带就会全部都脱落了。那顺时针缠的话，等下锁的时候胶带才会越来越紧，才不会脱落。好，我们这个缠好之后呢，要用手稍微这样子，把它搓，把它扭紧。把这止泻，因为止泻胶带有时候你在缠的时候如果没有拉得很紧的话，那它有可能就是会这样子蓬蓬松松的。那我们用手稍微把它搓紧。那有时候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这个像有没有像前面这边稍微留一点点，不要全部包到最前面。就算如果包到的话，包1、2层就好，因为1、2层的厚度不会很厚。你不要全部都包到，然后前面这边很厚，你等下会很难入牙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这个止泻胶带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就一样逆转一下，稍微感觉有入牙。如果没有入牙，不要硬转，千万不要硬转，不然那个头坏掉，你要很麻烦。像这个头是外露的，那就可能就还好一点。你有的那个头呢是在墙壁里面呢，然后万一你硬转了然后坏掉，那你就要敲墙壁了，就非常麻烦。像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算，它刚刚大概是3圈多嘛，那我们就1圈、2圈，那差不多可以锁到这样子正，这样子，因为你再锁下去的话呢，它可能就转不到正的位置，就是转不直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开水测试一下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开水试一下，OK， 然后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漏。如果这边没有漏，应该就 OK。我刚刚这个止泻带是大概缠了15圈啦，但是在我转的时候，我发现稍微松了一点，所以止泻带可以差不多缠个20圈左右。漏是没有漏那建议各位朋友的话，止泻带一般来说最少都要15圈以上，大概15到20圈，除非你是间隙很小的，你才缠10圈。那要不然一般大概15到25圈之间那今天这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请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哦。好，拜拜。